他从小在海边长大，祖祖辈辈都是靠海为生的渔民。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，改变命运，他养起了螃蟹。创业10几年，他手里的一只螃蟹最高可以卖到1500元。面对如此高的价格，依然吸引着无数经销商前来收购，可谓是供不应求。本来是定了下单的话是50只的，但是到手的话只有20只。到像这些你订货不一定都能拿得到。中秋节的话，我们基本上都提前10天跟老板他们说的了，如果不提前的话，基本上没有。2020年，谁也没想到他能靠着这些螃蟹完成年收入6000万的壮举。那么他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呢？他叫郑有才，出生在广东省靠海的一个小村子里。虽然说祖祖辈辈都是靠海维持生计，但是始终没有赚到什么大钱，家庭条件非常普通。他不甘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，他想去大城市闯荡一番。年过20，郑有才来到了深圳。在大城市里不久，他在市场上看到了许多养青蟹的人。之后他跟每个商人都打听了一番，顿时觉得这是个绝妙的商机。他到处借钱，承包了60亩的池塘，开始养殖青蟹。郑有才精心照顾着这些蟹苗，给他们喂白蚬，并且每天夜里都亲自巡塘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他这热乎劲儿只持续了半年就打退堂鼓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就在第一批青蟹准备上市的时候，他在捕捞过程中突然发现一只特别的青蟹，在当地市场上竟然能卖到将近300块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深入了解之后，他发现原来那只近300块的螃蟹并不是一般的螃蟹，它被人们称之为黄油蟹。这种黄油蟹十分罕见，不仅口感独特，而且营养价值也更高，非常受人们喜爱。可惜的是，一般养了上百只螃蟹，最终也只会有1-2只变成黄油蟹。郑有才知道了这件事之后，觉得这黄油蟹大有搞头，他不再愿意踏踏实实的养青蟹，他把承包的池塘转租出去，自己要专门收购黄油蟹，然后卖给港澳地区的商人。那么他能成功吗？由于郑有才从各地收购来的黄油蟹因为用的饲料各异，导致煮熟后的蟹黄部分变质了，他也因此遭到了许多人的投诉。显然，要想直接赚快钱是行不通的。可是郑有才又不愿意放弃黄油蟹的市场，他决定自己饲养黄油蟹。面对这样的想法，周围的人纷纷劝他冷静。那时候都是卖膏蟹啊、肉蟹这些咯，黄油蟹很少的。来了2年，亏了2年，不敢干了，走了。郑有才不信邪，他相信一定有提高青蟹变成黄油蟹概率的办法。那时候刚刚步入21世纪，他不惜一切代价，甚至都把房子给抵押了，只为了承包下几百亩的水塘。这一次，他依然坚持给青蟹投喂白蚬，尽管白蚬的价格是丁螺的几10倍，可他依然坚持初心。他坚信用白蚬养出来的青蟹能转变成黄油蟹的几率更大。就算自己在成本这一方面下足了功夫，那么这一次他能成功吗？不出其他人的意料，郑有才从200亩的池塘捞上的螃蟹中，总共也没有几只黄油蟹，基本都是肉蟹和膏蟹，在市场上卖了60多万元。可一想到自己光前期投入都花了50万元，根本就是赔本的买卖。郑有才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决定静下心来，好好研究一下养黄油蟹有什么特殊的要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，郑有才有了新的发现。根据地区的不同，蟹苗长成黄油蟹的概率也会有偏差。在河滩、海滩等地发现的，往往更容易长成黄油蟹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郑有才又想办法购进了一批来自滩涂上的蟹苗。结果，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。2004年的夏天，新一批的螃蟹长成之后，竟然一共产出了4000多只黄油蟹。郑有才靠着黄油蟹足足赚了100万。哇，那个天就真的特别高兴，就觉得自己已经这几年不会白费。生意逐渐有了起色，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他损失30万的蟹苗钱，但也因祸得福，让他的池塘从产黄油蟹4000多只变到3万多只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由于那段时间降雨量少，塘里的水盐度升高，导致蟹苗脱不了壳，成活率降低，就连那些活下来的蟹也没几个黄油蟹。这直接给了郑有才当头一棒。他想了又想，觉得应该是水质出现了问题。他马不停蹄地腾出3个池塘进行不同盐度的实验，结果发现盐度在4至8之间最适合黄油蟹生长。如果这个水如果太咸的时候啊，这个壳又黑，脱不了壳，它会变成浆蟹。于是他把每个池塘的盐度都调到4-8之间，黄油蟹的产量是以前的7倍多。
由于市场竞争，郑有才决定只卖9成油的黄油蟹。虽然9成油的黄油蟹价钱相对高，但是需要承担很大的死亡风险，没人愿意养殖，所以市场上都是卖的6、7成油的黄油蟹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有一天，一个餐饮店的老板找到他，说要跟他达成长期合作。对我们说，全油的蟹，我们是考量第一位的。第二，画了全油，你油还有香味，还有你的油的颜色要漂亮。郑有才还承诺，只要在他这里订购的黄油蟹，一旦质量出现问题，就按原价退钱。然而，他的黄油蟹不但没有出现问题，还非常受消费者的喜欢。蛋黄一样香，但是又跟果冻一样很顺滑，种那种咸鸭蛋的感觉，就蛋黄，但很不腻，就很神奇，又很鲜甜。郑有才花了10几年的时间，在养螃蟹这件事上大费周章，终于在2020年的时候，靠着大批量的黄油蟹实现了自己的致富梦。不但一只黄油蟹的单价可以卖到1500元，而且年收入也轻松突破了6000万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当年那个莽莽撞撞、只知道蛮干的男人，变成了如今的油蟹王。他养了有几十年了，还是老师傅，人家都称他油蟹王的。是叫他油蟹王啊。那他养油蟹那么厉害，我们自己都养不起来嘛，是不是？他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，但是也有人说郑有才只不过是运气好。那么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我，为我点赞并转发，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